我敢说80%的人都没有看过这部黑帮电影，因为题材过于敏感暴力，以至于刚上映就被各国列入了限制级影片。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它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被限制的经典电影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韩国，当时的首尔还不像如今这么繁华，周边大部分地区都是荒野农田。在首尔南郊的江南区生活着一对患难兄弟，哥哥叫白永琪，弟弟叫金钟大。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里长大，两人同甘共苦，相依为命，靠捡垃圾维持基本的生活。兄弟俩每天一起打架，一起分吃一包方便面，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，小小的灯泡是他们唯一可以取暖的工具。看着其他孩子围坐在父母身旁，钟大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，可现实往往比梦想要残酷得多。这天早上，一个铲斗突然从天而降，将他们唯一的栖息之所捣毁了。原来开发商想要强征这片土地，于是雇佣当地黑帮负责拆迁。钟大见状拼命上前阻拦，但根本于事无补，不仅房子没有保住，两人还被抓去暴揍了一顿。可他们却因此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转机。就在两人受罚之时，一个叫老姜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是本地长安帮里的2号人物。在首尔南部有3个最大的黑帮势力，分别是伐桥帮的张德才、天安帮的杨基泽，还有长安帮的南顺哲。这天3位老大受到邀请齐聚一堂。原来当下正值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，为了破坏对手党派的选举活动，徐朴2位议员想请3大黑帮出手帮助，并承诺事成之后将市中心所有商店的经营权分给他们。这可是一块不小的肥肉，南老大立刻就来了兴致。可2把手老姜却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，他建议不要过多参与这种政治斗争，况且破坏总统选举可不是什么小事。没想到南老大却说：“우린 소윤한테 상가 운영권만 받으면 되는 거야. 그런 기장으로 건달하겠냐? 응？” 既然老大心意已决，老姜只好开始召集人马。回到据点后，他正好看到挨打的钟大和永琪，因为人手不足，兄弟俩也被拉上了大巴车过去充数。为此两人还得到一笔钱作为酬劳，这可比他们捡1个月破烂都要挣得多。很快3大黑帮的人就冲进了目标党派阵营，众人二话不说直接上去开砸。兄弟俩还是头一回见识到这种大场面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出手。贪吃的永琪由于路上喝了太多牛奶，还没等上场就匆匆溜去了厕所。这时一个人上来偷袭钟大，钟大顺势开始反击，凭借超凡的身手和惊人的抗击打能力，他在人群中越战越勇，这也引起了老姜的注意。与此同时，厕所里也爆发了战斗，还没拉完的永琪被迫出门迎战，可混战之下，他不幸被一记闷棍爆头，随后便晕倒在了地上。这时外面突然警笛声大作，众人纷纷开始向屋外逃跑。为了找到永琪，钟大不顾一切地向楼上狂奔，可厕所里早已经人去室空。就这样，2个患难兄弟自此失去了联系。然而这次破坏行动不但没有替领导分忧，反倒让对手党派抓住了机会，利用媒体大肆炒作，这让党首崔部长十分难堪。为了善后，徐议员只好主动引咎辞职，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责任。另一边，走投无路的钟大过来投奔老姜，他恳求老姜让他加入黑帮，一来是为了谋个生计，二来这样也能方便他寻找哥哥永琪。老姜对这个能打又重情义的小伙子非常赏识，于是将他收留到了自己家里。女儿小慧为他们准备了晚饭，看似简单的家常便饭，在钟大眼里却是从未吃过的美味珍肴。老姜把自己的煎蛋加到了钟大的碗里，这让钟大顿时感受到父爱般的温暖。晚饭后，小慧不仅烧好了地板，还送来一床干净的被褥。钟大第一次睡上了梦想中的热炕头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打斗声，一个杀手用刀刺伤了老姜。危机关头，钟大一脚将杀手踢飞，杀手同伴见状立马冲了上来。可他们根本就不是钟大的对手，一番打斗过后，2个杀手双双负伤落荒而逃。老姜虽然被刺中大腿，但好在保住了性命。然而南老大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当天夜里他不幸遇刺身亡。徐议员带着张扬2人前来吊唁，他们说自己昨晚也遭遇了刺杀，猜测应该是对手党的报复行为。大哥被杀，2哥被废，一夜之间帮派弟兄们士气大挫。老姜其实早就有了隐退的想法，借此机会他决定金盆洗手，彻底解散了长安帮。一转眼3年过去了，老姜在首尔开了一家裁缝铺，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。钟大也早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他在一家工厂上班。为了报答最初的收留之恩，他将赚来的钱全都交给了老姜。可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们的生活，债主3天2头就到店里来催债。每到这时，老姜就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任凭对方辱骂。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钟大，为了赚更多的钱还债，他瞒着老姜辞掉了工厂的工作，带着一帮以前的兄弟重操旧业，在一家舞厅当起了打手。没想到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无意中结识了一位叫明姐的女人。自此以后，钟大的命运彻底被改写了。明姐是当地有名的富婆，靠炒地皮发家，身边正好需要像钟大这样的人。双方见面后一拍即合，一个出钱一个出力。没过多久，钟大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生活也渐渐开始有了转机。而与此同时，当年走散的永琪因为上错了车，误打误撞变成了杨基泽的手下。
凭借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，短短几年他就坐上了天安帮第3把交椅。但很快永琪就陷入了危机，一场残酷的夺权大战即将上演。失散多年的两兄弟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逢？而后他们又能否同心合力闯出一片天地呢？关注我，精彩马上为您更新。